少阳是我在悬崖底下捡到的，我救他一命，为他疗伤。他醒来后说要以身相许，我答应了。成亲前夕，烧好的少阳不见了，迎接我的是一群浩阳宗的弟子。浩阳宗，天下第一大宗。他们说少阳是浩阳宗少宗主，即将和名门之女成亲。我不过是携恩相报的小人，他们是少阳传信来杀我的。我冷笑，孤身一人住在悬崖底下的女子，他们真觉得我会是普普通通的孤女吗？浩阳宗好熟悉的名字，我回来，晚晚提醒你，全文一更到底。接下来正文开始，你就是少宗主信里说的孤女，长得也不怎么样，居然敢肖想少宗主。我采完草药回来，茅草屋中等待我的不是我捡回来即将成亲的未婚夫少阳，而是一群穿着休闲服饰声称自己是浩阳宗弟子的人。从他们口中我知道少阳不是普通游侠，而是天下第一宗浩阳宗的少宗主。半年前我在悬崖底下见到身受重伤的少阳，动了恻隐之心救了他。他醒来后说救命真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一开始我拒绝了，奈何他执意要以身相许。悬崖底下日子清冷，我见少阳姿色尚可，和他相伴感觉也不错，就答应了。我问他是否愿意一直陪我生活在悬崖之下，说他不愿伤好之后可自行离开，不用报恩。他说无父无母，是行走四方的游侠，被小人陷害重伤，跌落悬崖，如今已经看淡成事的无牵挂，愿意和我在崖底生活，在他伤势痊愈，我们就成亲。没想到他伤刚好人就跑了，还找人来杀我。赵阳早有婚约，他根本不是被人陷害，而是猎杀妖兽时对其所伤。他骗我不过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帮他疗伤，祝他早日离开。他的未婚妻是浩阳宗长老的女儿冷凝霜，青梅竹马，他怕我缠上他，影响他和冷凝霜的婚约，所以早在养伤时就传线回浩阳宗找人来救他，顺便来杀我。师姐，别和他废话，就一个弱女子杀了回去交差，你们全是浩阳宗的弟子。当然，你一个乡野村妇，死前能见到浩阳宗之人，也不算白来人间一趟。浩阳宗何时开始把弟子养得如此跋扈？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弱女子，我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不过是救了你们少宗主一命，你们就要杀我蝼蚁而已。杀便杀了多年，未见后阳宗如今居然养出如此视人命如草芥的弟子。好一句杀便杀了，如此草菅人命的话，轻易出口。看来你们手下不止一条亡魂，如此也好死的不冤。他们以为我认命赴死，提剑朝我刺来，下一秒他们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解，性狂妄残暴，脑子也不好。他们也不想想，他们接到少阳的信，足足3个月才能下崖底，凶险异常。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在崖底生存？你究竟是谁？为首的女子眼神惊恐，一边吐血一边问，丝毫没了刚才的嚣张。这个问题少阳问过我，我没有答，如今我答了。青山在场弟子纷纷睁大双眼，随即经脉俱断，死不瞑目。毕竟他们虽入门不久，但整个浩阳宗都应该听过这个名字。上任浩阳宗宗主，青山我出了悬崖，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也该离开了。从那群弟子死前的话中，我得知少阳和冷凝霜成亲后就会接管浩阳宗，成为浩阳宗宗主，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自己声誉连救命恩人都要杀害的小人。如何能做浩阳宗宗主？我要回浩阳宗杀了少阳报，欺骗之仇更要看看如今的浩阳宗究竟为什么变成这样。我到浩阳宗的时候，他们正在准备少阳和冷凝霜的婚事，天下第一宗少宗主和长老之女成亲，声势浩大，格外隆重。我爸扮作村妇应聘了浩阳宗的厨娘。回到浩阳宗，我首先要做的是搞清楚这几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年我以一人之力挑战各大门派，成为天下第一，我的修为早已出神入化，只待来渡劫成神，可偏偏我成了天下第一后，迟迟没有等来雷劫。我觉得是我还差点什么，没办法羽化成仙，可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我拆了什么。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做了宗主宗，人事物繁多，我对红尘所牵绊，于是我决定传位于大师姐，独自出走修行，等待雷劫。没想到我在崖底过了几十年，清心寡欲，四大皆空，还是没等来雷劫，只等来了一个要死的少阳。我当他以为他可能就是我的机缘，所以才答应和他成亲，没想到一时眼瞎错，把榆木当珍珠。不过也好让我知道浩阳宗如今如此不堪，是时候回来整顿一二了。我扮作厨娘进入浩阳宗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我的大师姐荣轩。潜入浩阳宗的这半日，我已经把宗里的消息打探得七七八八。荣轩接任宗主后，第2年就和小师弟绍兴成了亲，而后将宗主之位传给了绍兴少，一样便是荣轩和绍兴的孩子。荣轩当年温婉谦和柔弱的外表下，却有着坚毅的内心。师父还在的时候，他对我们这群师弟妹照顾有加，可以说我们这群小的是他教养长大的师父的。走了，我继任宗主，天天在外挑战各地宗门，他就在宗门内处理宗务，照顾宗门弟子。比起我，他更像是宗主，所以后来我出走时，将宗主之位传给了他。我无法想象好和大师姐怎么会生出少阳这种儿子，但少阳是绍兴的孩子，也可以理解。
绍兴此人奸诈狡猾，当初只是个外门弟子，靠着手段得了师叔的青眼，成了内门弟子。他的第一面就看出他眼中的野心，可他是师叔的弟子，我也不便多说什么。后来他追求大师姐，我劝过师姐多次，绍兴不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可师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本以为师姐拘泥于小情小爱之中，但仍有大局观，却没想到她居然如此昏聩，将宗主之位传给了绍兴。几十年过去了，我容貌依旧，但宗门里认得我的人已经很少了。我很轻易便潜入后院找到师姐，只是多年后见师姐的第一面便如此不堪。师姐被推倒在地，任由面前的美艳妇人羞辱婉儿即将成为宗主，你是宗主，夫人又如何？等少阳继承浩阳宗，你的命也到头了。不是说少阳是大师姐的儿子，怎么变成这妇人的孩子了？我隐藏气息，躲在一旁静静倾听。你们将我囚禁在此20年，不让我见别人，把我当猪狗般豢养，还不如一剑杀了我。星号，要不是你还有点用，我岂会留你性命？到今日，我与夫君早有婚约，明明我才是他的妻子，他却为了你抛下我迎娶你，为了我。荣轩冷笑，他是为了权势，为了浩阳宗，他隐瞒婚约娶了我，哄骗我转让宗主之位后给我下药费，我一身修为将我囚禁在此，又把你和那个野种带了回来，对外声称野种是我所出，如今还要让那野种继承浩阳宗狼子野心，不甘心，你不甘心又如何？如今继承浩阳宗的是我儿子，执掌大权的是我丈夫，你不过空有一个宗主夫人的头衔，最后的赢家是我。美亚夫人大笑离去，荣轩眼眶含泪，低喃道，是我识人不清，但浩阳宗被星号所夺，如果当初听你的就好了。师妹，浩阳宗如今这般模样，你是否会怪我？会荣轩以为自己听错了，抬头一看，我就站在他面前。师妹，大师姐，好久不见。从大师姐口中我得知我离开后20年发生的一切。绍兴继任宗主后，求见了大师姐，对外说大师姐难产，身体受损，需要疗养她。绍兴对抗师弟，冷水便是其中之一。少阳继承浩阳宗，有不少长老是反对的。绍兴为了少阳和冷水联姻，让少阳娶冷水的女儿冷凝霜也是新一代弟子中最各宗臣服，而忘了浩阳宗立誓根本是救死扶伤，怜悯众生。有些师兄弟看不惯他的做法，离开了浩阳宗自立门户，有些师兄弟舍不得浩阳宗，成了长老，有了自己的势力和绍兴对抗师弟，冷水便是其中之一。少阳继承浩阳宗，有不少长老是反对的。绍兴为了少阳和冷水联姻，让少阳娶冷水的女儿冷凝霜也是新一代弟子中最出色的冷如水，虽看不惯绍兴，但以为少阳是大师姐的儿子，也没有拒绝。有了和冷水的联姻，少阳的少宗主之位便稳固了。等少阳成了宗主，荣轩这个名义上的母亲也可以亡故了。是我愧对师门师妹不宗主，无论何种惩罚，我都愿意接受，只求你夺回浩阳宗，不要让他流入星号之手，这是自然。我静静地看着大师姐，20年不见，她修为尽失容颜，老去仿佛，浮在我面前的只是个普通妇人，我已入化神，岁月不会在我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这20年，我以为什么都没变，可如今再遇故人才反应过来，岁月已逝，不变的只有我会却堂堂正正的将浩阳宗夺回来，亦会将他们施加在你身上的耻辱100倍1000倍还给他们。你虽有错，也只能我来罚我的大师姐，不是谁都可以欺辱的。10日后，便是宗门大比的日子到时，天下宗门皆居于此，参见少阳和冷凝霜的大婚。少阳虽是默认的下任宗主，但该走的过场还是要走，靠阳宗规定，继任宗主需要赢得宗门大比。绍兴对自己儿子是真自信，认为他一定会赢得宗门大比，于是故意将大婚安排在大比之后，为的就是让天下豪杰看到他的儿子赢得宗门大比，成为宗主大婚之日，少阳接任宗主仪式一并举行，这是双喜临门，可惜这双喜不会来了。宗门大比当日，少阳独站擂台上来挑战的弟子都被他打败。我在台下看着他们比拼，观察着少阳的一招一式。绍兴对这个儿子是真好不难，看出少阳的修为皆是由大家教导，一招一式都无懈可击，可惜心术不正，修为再好都没用。眼见少阳打败了大多数弟子，一时之间无人敢上去挑战，还有弟子要上台的吗？话音声刚落，一位身穿白衣眼神凌厉的女子便飞身上台。逍遥风冷凝霜挑战少宗主，见是冷凝霜，少阳微微蹙眉，凝霜不要胡闹，你我即将大婚，我若伤了你之后，你怪我怎么办？少宗公主此言是认为我冷凝霜必败无疑了。我不是那意思，你是我的未婚妻，我不愿对你出手。未婚妻，这桩婚约我从未答应。今日你赢了，我婚约照旧，你若输了，婚约作废父母。我知命，媒妁之言，凝霜，你胡闹什么？我越看冷凝霜越熟悉，她和她老子冷水一点都不像，倒是有点像一个人。谁说我女儿胡闹了？台上的冷水开口对着绍兴道，我答应这门婚事是看待在少阳是大师姐儿子的份上，但我答应了我女儿答，不答应不归我管。冷水
随即又对台上的少阳道小子想娶我女儿，给自己过他那关冷水，以前叽叽喳喳，一天到晚缠着我要我带他出去打架，跳脱好动，按师傅的话说就是没规矩。如今端坐高台之上，完全没了以前的样子，真是长大了。少阳看向少欣，见少欣点头，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好，今日我便向你证明，我少阳有资格成为你冷凝霜的夫婿。少阳提剑向冷凝霜刺去，冷凝霜抬剑格挡，两人在台上打得不相伯仲。比起少阳的剑法，冷凝霜的剑术更加凌厉，一招也地势都格外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我知道冷凝霜像谁了，他的行事做法像极了当年的我。渐渐的冷凝霜占了上风，少阳开始不敌，眼见少阳要败，他回身一刹那，竟使出暗器刺向冷凝霜。冷凝霜一时不察，被暗器所伤，退了半步，就是这半步，让少阳抓住机会一举进攻，拿下冷凝霜。堂堂浩阳宗少宗主，居然使出如此卑鄙手段，无耻！少阳脸不红心不跳，毫不羞耻。兵不厌诈，输就是输。冷凝霜明显不甘心，还想再战，被冷水拦住。凝霜宗门大比，纵使少阳使了手段，可输就是输了。冷凝霜若再纠缠，就是输不起。冷水知道，所以他虽看不惯少阳的做法，却只能喊下凝霜。冷凝霜下场后，无人再敢上台。还有人要挑战吗？随着管事弟子的声音落下，我飞身上台，我来。少阳见到我甚是震惊，他没想到我居然活着来到了浩阳宗。你怎么还活着？声音很小，我却听得清清楚楚。少宗主，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派去的人有没有回来，你都不关心下吗？少阳反应过来，他们人呢？自然是死了。我说的风轻云淡，台上之人听不清我们说什么，只是看向我的目光也都是疑惑震惊的。年轻的弟子在想，从未在浩阳中见过我，你究竟是谁？年长的长老们和宗主在想，我很像一位故人，可那位故人如果回来，也会和他们一样变老，而不是如今这般28少女的模样。只有冷水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着激动，你究竟是谁？少阳也反应过来，住在悬崖下，普通的孤女是不可能从浩阳宗弟子手下逃脱的，等会你就知道了。我赤手空拳，仅用念力便将少阳压制，让其不得不向我跪下。台上之人看出端倪，议论纷纷。阁下是哪位高人？为何对小儿如此折辱？20年未见，你不仅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好了，连我都不认识了。少兴大惊，不可置信道，青山看来还没老到哪去，还是可以打一打的。台下纷纷躁动，青山之名，何人不知，何人不晓？他们没想过今日居然能见到传说中的青山，一派胡言。青山师姐早已避世，就算她回来了，也已年华不在，怎么会是你这么一个小姑娘？是不是打过就知道了？我转向少兴，艳丽画风向他攻去，他提剑抵挡，砍断我的念力。看来这些年他也不是只忙着做宗主，也是有好好修炼的。我召唤命剑认真起来。轩辕他手上拿的是轩辕剑，有眼熟的师兄弟认出了我的剑，她真的是青山师姐。我当初得到轩辕剑的时候，剑气所斩，撼动天地。我曾一剑撼昆仑，我挥动轩辕剑，少兴的抵抗在轩辕剑面前不堪一击，瞬间被击退数米。如今认得我了吗？少兴口吐鲜血，跌倒在地，挣扎好久才爬起来。师弟有眼无珠，不知是师姐归来冒犯了。师姐，请师姐恕罪，能屈能伸，不愧是少兴，你冒犯我的可不止今日这一条。我将浩阳宗交给荣轩，你却越俎代庖，成了浩阳宗宗主。浩阳宗在你手里成了嚣张跋扈、不连天下苍生的宗门上。操心你可知罪？一旁的少阳听到我的身份，瞪大了双眼，可惜被我念力压制，说不了话。我察觉少阳的激动，这才想起他差点把你忘了。还有，你早有妻子去哄骗迎娶荣轩在的，得到宗主之位后，又囚禁荣轩，还将你和那女人的儿子说成是荣轩的儿子，意图让他继承浩阳宗一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和你一样虚伪残忍，如何能做我浩阳宗宗主？欢迎！音刚落，台下议论纷纷。什么少？宗主不是荣宗主的儿子，宗主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什么宗主？青山宗主回来了，浩阳宗哪里还轮得到邵家两父子？少兴见事情被我揭穿，叉叉，我为何知道如此逆心？眼睛一转，又想到对策。师姐忘年少心，不知师姐从何处听到此谣言，少阳确实是我和荣轩的儿子。这些年我继任宗主，虽无法像师姐一样将宗门发扬光大，也勤勤恳恳，并无过错啊。死到临头还要嘴硬。我冷笑，薄唇轻启。荣轩手持利刃，抵在少阳母亲青兰的脖颈，带着人缓缓往台上走。少兴见状大惊，你怎么诧异吗？诧异荣轩为何能恢复修为，还能出现在这？你在他屋内下的阵法实在太小儿科，我轻轻松松就破了。至于修为你能废，我自然能给我将自己的修为镀了一点给荣轩。他虽有错，可他教养我长大，对我来说如姐如母，我当然要帮他。少兴，你废我修为，夺我浩阳宗，如今青山师妹回来，你的报应来了。我不知道你说什么。青山师姐荣轩，她病了整，东门都知道她病了多年闭门不出，你莫要听她胡言乱语，还是不肯承认啊？
我松掉压制少阳的念力，指着青兰问他，你爹不肯认你肯吗？认得这妇人吗？不认得少阳，脸上青筋暴起，避开青兰的眼神，一脸悲痛。青兰见状，流下2行清泪，却也默默不语，真是绍兴的好儿子，无情无义，如出一辙，连自己亲娘都不肯认。既然如此，子夫人以下犯上妻侮辱，红轩师姐，我亲眼所见，我便杀了他，替龙轩师姐出气吧。我给了荣轩一个眼神，他会意，夹在青兰脖颈上的剑又深了几分，不要少阳中事，不忍喊了出来，看来还没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也是，再怎么样，青兰毕竟是少阳的娘，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期盼你感情，是我找人杀你，和我娘没关系，求你饶了我娘吧。见他主动说起我，轻笑，绍兴，你真要好好感谢你儿子，要不他跌落悬崖，恰好被我所救，欺骗我想要杀我，我还不知道外面变了天地，也不会从崖底出来。逆子上心，被气得口吐鲜血，刚刚少阳开口，他多年谋划，一招落空，就知道自己和青山的实力差距，败局已定，无力回天。好了，该认的都认了。传我口令，将绍兴一家3口押入思过崖，以待裁决。绍兴党羽皆逐出。浩阳宗，我浩阳宗绝不要嚣张跋扈，不怜天下苍生的弟子。宗主有错罚，宗主就够了，凭什么要罚我们这些弟子？你不过是前任宗主浩阳宗，凭什么听你的？有绍兴座下的年轻弟子闻言不满，对我抗议。我还没开口，冷水率先开口，就凭他才是浩阳宗真正的宗主。我冷水只听青山宗主一人号令，长老们都是我以前的师兄弟，知晓我的可怕，也纷纷响应。我也只听青山宗主的，我也是随着长老们纷纷喊话。年轻弟子们也不敢多说，他们只是听过我的名字，对我并不臣服。可长老们的话，他们不敢不听。绍兴一家被关押后，荣轩和众长老想让我重新接任宗主之位，被我拒绝了。我的目标从未变过，一直都是等待我的雷姐。我授意龙轩暂代宗主之位。至于继任宗主的真正人选，我还在观察荣轩暂代宗主之后，忙着肃清绍兴党羽，一时没空来找我，反而是冷水天天来绝顶峰找我和我说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冷水师弟，你好歹是逍遥峰之主，没事干嘛逍遥峰失误，自然有底下弟子会干。师姐回来了，我的第一要务肯定是陪着师姐，可我不想你配我呀，还以为20年过去你变稳重了，没想到还是和以前一样闹腾。师姐没有接过宗主的位置，我就猜到师姐一定会走，虽然不知道师姐何时会走，和师姐在一天，我便陪着师姐一天，也是极好的，还是那么粘人。想当初我执掌浩阳宗冷水就是这样，跟在我屁股后头为我摇旗呐喊，说我是他的偶像，如今都为人父了，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过他说的没错，我终归是要走的。如今的我早已超脱尘世，只待飞升。我留下来是因为浩阳宗宗主人选荣轩不适合那个位置，冷水的性格太过洒脱，也做不了，我得在其他弟子中挑选出合适的继任宗主之人。你女儿宁霜是个不错的苗子，小孩子小打小闹，怎么能和师姐比？话音刚落，冷凝霜就走了进来。父亲如此贬低女儿难，他脸上就有光吗？冷凝霜来给冷水送饭，正好听到我们说话，每次见他我都觉得奇怪，他好像对我有种莫名的敌意，在你师叔面前胡说什么？冷水愠怒，冷凝霜当没听见放下饭就走，等下我拦下他，对冷水道，我和他有话说，你走吧。师姐，你和小孩子有什么好说的？你又不认识他，还是和我聊天吧。我昨天刚说到3师兄出去开宗立派还，别说4师兄呢，滚好嘞。冷水瞬间就跑得没影了，只留下了凌霜和我。你好像不喜欢我，我这人直来直往，有啥想问的直接就问了，任谁从小都被拿来和一个人比说，自己像他却又永远不可能超越他，都不可能喜欢这个人。你说我好像懂了，冷水从小拿我当偶像，生了女儿，很有可能拿我当他女儿的目标，我这种天才自然很难超越。如果我是冷凝霜，从小活在我的阴影下，想想都可怕。明明我天资聪颖，是浩阳宗最出色的弟子，可他们所有人都说我像你，又说我无法超越你。宗门大比，当日我看到了你的实力，你是很强，轻轻松松就能打败绍兴，可终有一天我会变得比你更强，我会打败你。哦，你努力。冷凝霜诧异，你不嘲笑我吗？嘲笑你什么？每我说出这种话，我爹和师伯们都会笑我，说我理想天开，说你是不可超越的。我与你实力确实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以为你也会说我不自量力，打都没打就认输，可不该是少年郎的样子。你爹和那些师伯们说我不可超越，是因为他们打不过我，他们切切实实尝过了失败的味道，和你不一样。你还年轻，未来无限可期，谁也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样。有句话说得好，过期少年穷，我年轻时也打，不过师傅师叔们后来不照样成了天下第一？你不夸怎么知道你和我之间隔着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万一你跨过来了呢？冷水也不知道咋教孩子的，挺好的，孩子硬，搞了个错误的教育方式，好好练，我在鸿沟对面等你与我一战。冷凝霜豁然开朗，困扰了他多年，压在他身上多年的那座大山一下子不见了。
是啊，从前都是父亲在说，师伯们在说，他们说他打不过，可他都没打过，怎么知道打不过现在打不过将来呢？将来的事谁说得准？多谢师伯点拨凝霜谨记于心，终有一日凝霜会跨越鸿沟，与师伯一战。很好，这样的苗子才配做浩阳宗下一代。看来浩阳宗新任宗主的人选有了，宗主人选有了，如今便只剩一件事了。我让荣轩暂代宗主之位，为的就是让他有民意可以处置绍兴一家以我的性子本该在大比当日就杀了他们一家3口为荣轩雪耻，可我没有，我将他们打入思过崖，未必就是让荣轩亲自处置他们。绍兴狼子野心，邵阳手段残忍，这些日子我处理宗务才知道，耗死在他们父子俩手下的亡魂何其多。他们死不足惜，既如此，便废去少心邵阳，修为处以火刑。至于青兰，他虽有错，可手上没有人命，便留在思过崖做奴役，和那些罪大恶极之人一起度过余生吧。见我不语，荣轩继续道，绍兴亲手废去我的修为，如今他和他儿子的修为，我也亲自废去。师妹，你看这样可好？我点头，天道昭昭，报应不爽。如今绍兴的下场是他咎由自取，他们的处罚已定你的呢。你虽被害，可究其根本是你识人不清。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处罚自己的，我会去思过崖，用我的余生赎罪。我微微蹙眉，有些不悦，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我给了你半月时间，你想到的只是这样吗？绍兴一家本就要死，如今处罚我并没有那么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师姐荣轩，如果他对自己的处罚是尽心尽力教养好杨宗下一代，说明他已经放下，往前走了，可他罚自己再思过崖，说明他还未放下。我虽弃荣轩识人不清，可更希望我的大师姐能放下重新开始。师妹是嫌我处罚自己太轻了吗？也是浩阳宗变成今日都是我造成的，这点处罚确实太轻了。你处罚自己是真觉得自己错了，想要放下，还是用处罚困在自己师姐，你分得清吗？荣轩自然分得清，就是因为分得清，他更想重罚自己，因为他放不下，我没办法放下。如果不是因为我3师弟、6师弟和10师弟，不会因为绍兴离开浩阳宗另立门派，浩阳宗新一代弟子不会有那么多三观不正的孩子。如今肃清浩阳宗少了一半的弟子，若不是因为我浩阳宗不会变成这样，不知者无罪。师姐，你没有错不？我有错，你和师父明明提醒过我很多次，绍兴不是良，可我被他的花言巧语蒙骗，将浩阳宗拱手相让。如果不是我爱上了他，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最可怕的是，我是真的爱过他，哪怕重来一次，我不知道如今结果的情况下，我依旧会爱上他。我恨这样的自己，恨被爱情蒙蔽双眼的自己人都有七情。六玉师姐爱上一个人并没有错。师妹，我有时候真羡慕你，我从未在你身上看到过七情六欲，从小你就和我们不一样，你超脱自然，对一切冷心冷清，一心只有修炼。后来哪怕做了宗主，也只想着成为天下第一，修炼成神。你身处红尘，却从未为红尘停留。是啊，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和其他人是不同的，我与这世间格格不入。我从小就想着超脱世外，跳脱红尘。我避世是为了脱离红尘，可我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红尘中，过来脱离我开始迷茫，我无法成神，真的是因为与红尘的羁绊吗？从未有过羁绊，如何斩断？我留在了浩阳宗，开始思考，我究竟因何无法成神？神本该无情无欲无，一开始就做到了，为何迟迟等不到我的雷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荣轩来找我说，绍兴逃跑了，绍兴修炼了魔功，吸走了邵阳和思过崖其他有罪弟子的功法了。思过崖的禁止，逃跑了邵阳和那些弟子被吸走功法后暴毙而亡，绍兴已经走火入魔，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下得了手。荣轩气愤不已，我懊恼自己居然没有早点发现绍兴入魔，今绍兴跑了，定会为祸人间找翻遍，浩阳宗也要把人找出来。若是让绍兴为祸人间，悲惨的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找到人后不要打草惊蛇，来禀报我，我亲自去上。绍兴已入魔，弟子们不是他的对手，不能让弟子们陷入危险。钟荣轩点头离去，我却坐不住，我不能坐以待毙，开始冥想，用神识搜索绍兴的踪迹。我虽未成神，但已入化神，可以冥想，用神识出窍，看遍世间万物。只是我毕竟不是真神，出窍时身体会失去意识。我被绍兴入魔之事扰了心神，太过着急，只想着找到他，忘了自己出窍时若无人看守，很容易被敌人钻到空子，绍兴就是这时候出现的。我以为他会逃跑，没想到他居然直接来找我了。青山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我还是浩阳宗宗主，你为什么要回来上？新见我闭目不言也不废话，直接朝我攻来。师姐小心千钧一发之际，冷水突然出现，替我挡了一击，随即和绍兴打斗起来。我察觉不对，收回神识已经来不及了，冷水根本打不过入魔的绍兴，他被赵心吸干修为，瞬间老了几十岁。轩辕我召唤命剑朝绍兴砍去，绍兴被一剑废掉，修为跌倒在地，
一脸不可置信，不可能，我已入魔，你仅仅一剑就伤我。至此，我不信招，我死，我又会一剑，绍兴被剑气刺破心脏，当场咽气，死不瞑目。我急忙抱起冷水给他渡修为，师姐，别白费力气了。没用的冷水气息微弱，他已油尽灯枯，我也无法救回。为什么，妈？为什么要以命救我？因为你是我师姐呀。小时候我偷完跑去万蛇窟，是你不顾危险把我的回来，从那时开始，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你不光是我的偶像，我的目标，我的敬仰，更是我的亲人看到你有危险，我当然要奋不顾身。你明明知道他杀不了我，我那么强，他最多伤我几分，和你不一样，他能杀了你呀。师姐，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懂七情。六欲我看到有危险，哪里想得到那么多呢？看到冷水的笑容，我突然意识到我缺的是什么了。我一直以为我无法成神，是以为没有超脱红尘，可我现在才明白，我无法成神是因为我从未入红尘，从小到大我都知道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无情无欲，天赋异禀。我一直知道自己是要成神的，所以我对这世间没有留恋，也没有情爱。我对浩阳宗的人好，是因为他们是自己人，我对他们有责任，却没有感情。我行侠仗义，对百姓好，是因为这是我的使命。我知道要这么做，却对世间没有爱，可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人，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他们爱我，对我好，是人。爱神神亦爱是人，不是责任，不是使命，是真真正正的爱是人神，不是无情无欲的存在。我以人之身成神，就该有人的七情六欲，我要真正爱世人，体会世人的情感，懂得世人的悲苦，才能成神。那一刻，我终于领悟到成神的真谛，耳边传来阵阵雷声，天雷滚滚，金光大现，我知道我的雷劫来了。我放下冷水，缓缓朝屋外走去。天雷聚集在我头顶，金光汇聚在我身上，我沐浴金光，平静的接受。天雷落下81道天，雷落下，雷劫结束。我飞升成神，临走前我施法就回了冷水，我已成神就能变得很简单。我飞升上天，身后是浩阳宗师兄们的呼喊声，我回头看到他们不舍，激动的目光缓缓点头。这个给予我爱和保护的世界，我将成为他们的保护神，以神之姿守护他们。我向天飞去，那里有我新的征程。